嗨好久不见，大家好啊！非常开心呢，我们又进入到了投资视角的第3集哈。那么再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在前面2集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说，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投资？投资是因为我们想赚钱，赚钱怎么样才能赚钱？基本上很重要的就是市场它会长期成长，然后你去参与了。它才会赚钱。那么第2集呢，其实跟大家讲说我们投资上的一个心态，心态上很重要。说，你到底是投资还是投机？到底用什么角度去看？这会影响我们今天去投资的时候，它会是用什么方式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跟结果。那这是第2集啊。那么未来呢，我们其实还要跟很多的荧幕上的朋友去谈，就是说，那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人的个性？比如说，你今天你认为你是一个积极型的一个客户，还是稳健型的客户，还是一个保守型的客户，适合用什么样的工具或什么样的方式去做一个理财或投资啊？但是在谈到这边之前，我们今天的这一集呢，都很重要的回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最近的市场非常的夯，现在目前来讲的科技类股，尤其是以 AI 为基础这样发展的一个浪潮呢，一直都是这个不间断的，目前也看不到尽头，这个趋势还在走，还没有结束。我们在第1集当中可以说到，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如果要去参与市场的时候，最简单、最底层的工具是什么？就是股票跟债券嘛，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只想在这边提出一个想法，来请教一下这个荧幕前的朋友，说，大家觉得股神巴菲特他是一个积极的投资人，还是稳健的投资人，还是一个保守的投资人呢？我想谈到这个问题，很多人开始就有不同的答案了。我个人比较偏向于认为，他并不是我们一般所认定的积极的投资人。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他不是股神吗？股票不是波动性很大吗？对不对？如果说今年单单从短期波动性的角度来看一个工具，那不用多说，那股票当然波动度比较大的嘛。对我们来讲，我们回头去看一个人，他到底是用什么方式跟什么心态去投资，来决定他到底是哪个心态的人。对我来说，他比较偏向于稳健的投资人。如果说前面2集过完之后呢，大家来看所谓的投资的角度来讲，我们是参与市场，那么参与它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它有前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巴菲特的角色嘛，大家称呼他为价值投资大师。虽然看起来好像现在股市很夯的时候，大家会忽略他，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么数十年以来，他其实就是大家的一个标杆。那么为什么？他就是一个长期投资者。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脱钩一件事情，请问股票投资是否就一定是积极投资呢？这个就请各位自己去思考了。这个我们画一个问号。好，那我们今天其实想要跟大家来讲是一个投资上 CP 值的概念，叫做 Sharpe Ratio 夏普指数。简单来说，它就是衡量今天去投资的这个商品或这个组合，它本身来讲，CP 值高不高？CP 值高，它有可能是我的风险很高，但是我的报酬也很高，算起来之后结果 CP 值还不错。那对我们来说，如何去评量呢？那我们来看夏普指数在讲什么。夏普指数呢，其实它就是我承担每单位风险的情况之下，我能够获得多少的超额报酬。那我们简单来讲，分母是什么？分母就是每单位的这个风险，分子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利润呢减掉无风险利率。它会出现一个数字，那这个数字叫超额报酬。那么如果说今天大家听懂了这个东西，就知道说，我今天高风险高报酬，低风险低报酬，但是我今天如果有方式去大致上让我了解到这样子的一个数值，它其实代表了什么？就是我承担多少风险，得到多少合理的一个超额报酬。那这个报酬如果数值是越好的，那是不是就代表我承担同样的风险，我得到的报酬比较好？今天来告诉大家，你可以用一个角度去思考，去衡量到底这项的商品或者是这样子的投资是不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又回到我们前2集所说的，到底是投资还是投机？如果你今天是当一个投资者，那我个人呢觉得夏普指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每单位风险可以得到多少超额报酬的这样子的思维就很重要，也值得参考。但如果你是一个只顾短线交易，想要很快赚价差，然后赚了就跑的这样子的投资人，对你来说，夏普指数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但是今天我们从第1集讲到现在，一直谈的事情都是所谓的一个投资的概念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从夏普指数的这个角度去讲，就是我们刚刚说投资界的 CP 值的算法，那么或许你可以挑到一个不同的答案。回头来看，我们刚刚一开始跟这个大家所谈的问题，其实股票到底是或者股权投资或者股票基金好了，到底是不是一个
积极的投资？那么我的答案并不是是或不是，应该是说，如果你极短线的角度来看，它都是一个积极或者是风险大的投资的。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把它的这个 Sharp 值拉开，它是一个非常值得去拥有的一个商品，因为它什么 CP 值高嘛。如果说今天这个数字出来很棒啊，比如说Sharp 指数1.0啊，可能我们就会觉得还不错。那如果这个Sharp 指数是负的呢？这个负的就代表，我们每承担1单位的风险还怎么样？还会亏钱呢，那它就是个不好的选择。那Sharp指数越高，就代表越值得去拥有。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想要告诉大家是说，如果说今天我们要去定位自己本身是一个积极投资人、稳健投资人，乃至于保守投资人 ，OK fine。但是其实我更倾向于去让每一个人去思考自己本身投资的目的是什么。在上集有跟大家提，投资永远有机会啊，不急在今天，不急在此时。所以每个人可能都是反过来去，看看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懂得投资，你懂得市场它是怎么样子的运行跟发展，你呢在比较敢去参与市场的时候，就问自己说：那既然我的目的那么明确，我很清楚，我就是要长期去这个获得市场的一个利润情况之下，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理智的选择？然后理智选择是什么？那当然，每个人标准多少还是不一样。可是我今天所提出来的夏普指数这件事情，就非常值得大家去思考。所以我想今天这个节目呢，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投资 CP 值。投资 CP 值是什么？就是我今天承担的风险跟我获得的超额利润。那如果大家很理解这个想法之后呢，或许就可以循着我们刚刚跟大家所做的说明，也就是说呢，去寻找自己本身 CP 值觉得最适合自己，也自己能够接受的一个商品或者工具来做介入，不必急的去界定自己本身到底是积极还是稳健还是保守投资人。那么以上这集呢，就是想透过这个方式跟大家做个说明，希望对大家会很有帮助。谢谢。嗨，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呢，乐富小学堂跟大家提到呢，夏普指数哈 ，Sharp SHARPE 其实是Sharp 这个人发明的哈。所以我们举实际例子来讲好了。假设今天呢有一个它的这个报酬率呢是10%，基本的一个无风险利率假设是2%，那么这个10减2就是8，代表它的分子呢是8%。那假设它的分母波动度叫做8%。那你就会发现8% 分之什么8%，答案等于1，也就代表这个夏普值等于1。那么一般来说呢，正数当然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因为我承担了风险，结果我得到的超额报酬是正的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它是好的。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简单说明，它只是个一般的样态，实务上来说又分很多种变化。好，所以说其实我们夏普值只是我们的一个参考。如果你应用的方式你都能够 Apple to Apple 去看，基本上来讲它就值得你运用。什么叫 Apple to Apple？ 就是你今天去应用的时候，一直都是用同样的标准去看，那么任何一个夏普值对你来说它就比较有意义。一般我的个性跟习惯呢，会觉得我看一个东西，看一个市场或一个组合，甚至我们看一个基金好了，我们会看5年的夏普指数、3年夏普指数，甚至1年的夏普指数，我会倒过来这样看，因为5年夏普指数如果很好，代表操作的非常好，非常有实力。但是呢，短线上面来讲，可能1年夏普指数也有好过坏，但是基本上讲，不管它数字如何，它比较能够显现说短时间过去这1年市场的趋势有没有更好，有没有更坏而已。但是如果我5年去看，我更清楚它长期的一个什么操作实力，或者是这只股票或者这个公司的一个实力，或者这个商品的实力，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夏普的这个指数它是不是可以用于所有的商品呢？当然是可以，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个商品的标准都是一致？当然不是。举例来说，我们一般来讲股票好了，股票如果1其实就还蛮不错的，但是如果是债券呢，也许0.5不错。对我们来说，它就是一个非常适合理性去衡量这个组合或者这个商品、这个工具它的一个 CP 值的一个指标。所以说，我想今天的乐福小学堂就让大家简单知道夏普值它代表的是什么。好，大家有空可以去看看啊，你在网络上可能找一找，你也会找到这一些这个计算方式。我想这部分来讲，绝对对大家以后尤其不了解的这个观众朋友呢，就知道说我们以后可以用这个方式去选择我们很多金融商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乐富小学堂，谢谢。